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未来的蓝图，将来的美好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有没有一种信仰可以将全世界的人召唤到一起，让每个人发挥各自的能力，并共同来创造一个和平团结的新世界呢？关于这一话题，有人会谈及到巴哈伊信仰。巴哈伊信仰的宗旨乃是团结全人类。巴哈欧拉教导说，全人类乃是一树之果，一枝之叶。尽管人类在外表、思维、情感、文化等方面存在各种差异，但我们都来自同一根源，我们都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巴哈伊信仰的其他原则还包括独立探寻真理、男女平等、科学与宗教的和谐等等。目前，巴哈伊分布于全世界235个国家和地区，遍及2100多个种族和部落。人们为什么成为巴哈伊？巴哈伊信仰又是如何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对于这一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答案和故事。我们觉得巴哈伊信仰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仅是在价值观上，还有在思维模式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一些改变。而且像巴哈伊信仰里面提到的很多灵性原则，还有美德，适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适用于贯穿于我们整个人生。巴哈伊信仰中倡导的磋商，其实在家庭经营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磋商，我们能够解决家庭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通过磋商，我们能够达到让大家更好的一些沟通与理解，缓解家庭的矛盾。刚开始我在成为巴哈伊之前，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是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巴哈伊的影子。我在想，如果将来我的将来应该如果说和这个人一模一样，或者跟这个人差不多的时候，我想就是说应该是我心目中的我自己，将来的我自己。所以然后这个人就告诉我，他这个人今天什么东西塑造了他这个人的这个形象，他告诉我是巴哈伊的教义。所以我想，既然有这么好的教义能把一个人塑造成这么完美，接近于完美，那我为什么不去学习巴哈伊呢？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巴哈伊，然后我成为了一个巴哈伊。我认识了几个巴哈伊，他们是一些音乐家。当时我认识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的方式很吸引我，因为很多时候一个艺术家搞音乐的人，过着很疯狂的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呢，非常的纯洁，非常的美好。我看到了以后，我说，这些人他们怎么会这么美好的，一种干净的、很正常的生活？他们告诉我，是因为巴哈伊信仰。所以对我来说呢，巴哈伊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吸引了我。巴哈伊信仰有一个特别好的原则，就是人类一体，天下大同。也就是他把地球比喻成一个地球村，然后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每个人都是他的村民。我觉得就像现在跟我们现在提倡的说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全球文明是非常吻合的。在巴哈伊朋友之间，我们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平等，大家互相尊重，非常友爱。然后后来我就慢慢的就觉得自己能克服压力了，然后在里面我真的也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心境真的平和下来，然后跟同学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然后就慢慢的我选择成为一个巴哈伊。我发现了巴哈伊教义中所倡导的和平、正义、团结，我这才发现原来这些才是能够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唯一途径。天下一家，上帝唯一的信念使巴哈伊们相信，开发人类的智力、情感、道德和灵性等方面的潜能是当下发展项目的重点。他们运用显圣者关于人之本质的教导，在全球各地开展方式多样的活动。这些活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人力资源的培养，2是社会话语构建，3是社会实践。首先是培养构建和谐社区所需人力资源的核心活动，它包括儿童班、青少年赋能项目、学习小组以及祈祷会等。全球巴哈伊采用了一套教育培训课程，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
包括儿童、青年和成人。这一系列课程帮助学习者把巴哈伊思想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与社会所关注的问题相联系。在这过程中，他们对自身进行反省，并不断提高自己服务的能力，进而获得更高的领悟力和理解力。现在呢，巴哈伊信仰呢是澳门5个大的宗教之一。我们会在每一个社区里面提供这些课程，去帮助他们就提供服务，去留意自己是这个社区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们是需要付出，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共同的努力去构建一个和谐的社区。在第一阶段呢，我们研习科学7本书，他们都是以巴哈伊经典作为基础，通过一些设计一些内容练习，帮助参加者在学习课程的时候会获得一些在服务社区发展的时候一些知识，还有一些技巧、能力和态度。这个巴哈伊儿童班呢，是这个巴哈伊社团呢对这个社区构建的其中一个项目。那这个儿童班呢是开放给所有的儿童，我们社区里的所有的儿童对这个班有兴趣的，从5岁到10岁的小朋友，他们都可以参加这个儿童班。那我们叫这个班叫做启迪童心班，主要呢就是要培养他们的这个灵性的发展，他们品格的培养。上帝啊，指引我，保护我，使我成为明亮的灯，使我成为闪耀的星。你是大能者，强力者。那我们这个儿童班呢，是主要针对他们那个品格的发展，而且在很轻松的，不用说上课的很轻松的情况之下呢，学习一些品格。那他们会学习到如何去尊敬别人如何去合作，如何去跟小朋友什么是这个理念，什么是诚实这个理念，他们都会学这些。一般上家长呢都非常的欢迎这样的课程，因为其实说我们社区里面呢不是很多这样的课程，所以呢家长一般上都是说很欢迎这些课程。青少年赋能小组，是12岁到15岁的年龄段，是我们巴哈伊社团主要的服务对象。每个人都是一个保障，而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在巴哈伊社团里面，我们会专门培训一群带动者，20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热衷服务社会的这些青年人，他们会学习青少年是什么一群人，然后呢，在过程里面和他们一起学习，以他的言行来和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学习什么是美术，什么是真正的服务，怎么样去计划，用什么方法可以驱除黑暗呢？我们要把灯点亮，这个时候光就能把这个黑暗拿走。我们相信也非常的坚信他们是崇高的，很有力量的，这也是我们继续做这个赋能项目的一个主要的动力。纯洁与良好的行为，大家与适当的操守，能够促进世界的改善，促进世界的改善。作为巴哈伊，我们有祈祷的习惯，就像身体需要物质的食粮，我们认为巴哈伊可以通过祈祷来获得精神的食粮。巴哈欧拉给我们启示了很多祷文，以满足我们各种境况的需要。另外，我们也鼓励以一种服务的心态去工作，巴哈欧拉也把它提升到了一种祈祷的一种境界。所以呢，在服务和工作之中，我们有一种服务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巴哈伊在不同场合与人交流，乃是他们运用巴哈伊的视角来分析问题的必然常识。同时，巴哈伊也乐意分享各方的经验和思想。我们把这类交流称为有关社会行动的话语构建。交流对话的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或是通过例如戏剧、歌曲、诗歌等艺术形式来表现。
此外，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视频等方式，以及研讨会、撰写专栏或某主题文章等。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全民为创建團結而自發參與到磋商之中。我哋喺度學緊呢，就係一個叫做社會話語構建嘅課程嘅。其實呢，佢整個課程呢，就係介紹我哋喺一個其實喺我哋呢個社會嘅空間裏邊呢，係不斷咁樣生活裏面啦。咁我哋喺呢度生活啦，咁我哋不斷呢都會需要喺呢個空間裏面創造其他嘅空間啦，跟住去呢個空間度繼而服務咯。其實咧，首先我哋要了解到我哋係喺呢個社會上面有咩可以做到咯，同埋係啦。咁首先我哋有呢個概念咯，跟住繼而去諗下我哋自己到底係可以做到啲咩出嚟咯。我是澳門的巴哈伊，這個課程可以把我的社會話語跟社會跟我的靈性做一個結合，可以運用在我的生活當中。咁了解咗呢個課程之後啦，佢入邊咧會有提及到我哋人嗰個生存嗰個目的究竟係乜嘢咯。咁我未讀呢個課程，可能我覺得，咦，其實我自己嘅成長都係我自己個人成長啦，我自己家庭啊，乜嘢都可能個出發點咧都係從自己開始咯。咁但係讀完之後咧，佢有提及到我哋其實有兩個目的嘅，咁係提升自己啦，提升自己嘅能力之後咧，係要推進個社會嘅進步咯。知道咗我哋同嗰個社會之間咧有一個動態嘅關係，我哋個人咧其實可以做好多嘅服務啦，去幫助個社會進步啦，唔係話一定係社會嘅主流去控制主導咗一切，而我哋個體係無助嘅。我自己就覺得，原來我自己嘅能力可以貢獻到個社會咯。社會話語構建呢，是以一種非常公開和包容的形式開展。在社會話語構建的過程中，我們鼓勵不同的人把不同的看法一起來討論，通過這種方法呢，來獲得解決問題的途徑。在這裡值得一提的就是巴哈伊一條重要的原則，就是服從所在地的政府。我們認為要解決社會的各種問題，需要各個層面的組織和機構聯合起來，共同磋商，齊力解決。此外，在社會實踐方面，巴哈伊社團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出了自己的風格。信徒努力嘗試用合適的方式將所信奉的原則付諸實踐。這些活動一般是以服務的原則為先導，由全民參與、大眾基層自發形成，在綜合運用科學和宗教知識過程中，逐步培養個人和集體的能力。無論是巴哈伊的社會話語構建還是社會行動，他們都是以開放透明的形式展開，不存在任何偏見。巴哈伊也不會將他們作為任何招募的渠道。社會實踐活動也有多種形式，有一些是一次性的活動，如清潔活動、創造低碳家庭項目；也有一些是定期的，如在澳門開展的每年2次的親子教育項目，以及協助建立價值觀體系的高中生培訓項目。此外，還有長期性的項目，澳門的聯國學校就是一例。在我接觸巴哈伊信仰之後，巴哈伊信仰給了我很多精神的支持。他告訴我，我們要獨立探尋真理，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寶藏，我們可以無限的挖掘自己的潛能。然後在不斷的深入學習，我開始變得我有主見了，我能夠自己決定自己的問題，我應該怎麼去解決。然後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以更樂觀積極的心態去面對這個困難。認識巴哈伊也有好多年，但是在學習巴哈伊的這個思想和這個體系的過程中，我慢慢的才有了這種思想的轉變吧。因為巴哈伊他首先要求我們，不光要去學習，我們更要去行動，要去為改變這個世界去做自己的努力。祈禱給予了我強大的力量，使我能夠戰勝所有生活中的問題，並且能夠尋找到心靈的寧靜。指引你
我觉得就像一束光，它指引你走出这个困境。以前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经常会抱怨，经常会在那里老是说为什么不好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如果你用灵性的原则去看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每个困难它的后面都是会带给你一种礼物。在巴哈信仰当中呢，可以找到很多关于艺术关于科学的一些概念或者教义，就是可以找到一句是音乐是灵魂的阶梯。那么我觉得这个非常就是能够表现到音乐的一个力量，音乐的重要性。我成为巴哈以后，我所有的音乐都跟精神和灵性和爱有关系。以后的音乐也会一直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因为音乐可以留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精神一部分，可以永久留下来的一笔财富。可以这么说，巴哈伊信仰完善和修正了我的世界观、人生观，甚至我可以现在重新定义自己所感受到的幸福。那就是一个人的幸福和伟大、身份和地位，绝不在于个人的财富，而在于他卓越的品格、高超的决心、渊博的知识，以及解决各种困难的能力。我觉得我的心态变得更加平和了，不管是自己想问题的方式，还是与人交往，包括处理一些亲人然后朋友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更加平和了。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环境，你不要担心自己没有影响力，其实只要你去做了，你就可以改变，哪怕是一点很小的改变，它是可以去改变。有些东西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更多的是要去做。你要对社会、对你身边的人要有一些行动，让人们感受到，哇，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巴哈伊，这才是一个巴哈伊该做的一些事情。巴哈伊信仰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让我得到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平衡。很重要的是在巴哈伊这个教养当中，会找到解释给我们听，用我们所能力当中可以做到最好的工作，或者是你说音乐也好，艺术也好，什么都好。当然我们是真心的去做这件事，这件事跟祈祷是一样的。中国的文化有5000年的历史，我们非常的珍惜这样子的文化源泉。我觉得这个就是需要我们用思考的方法去接受哪一些是对我们有好处，让我们可以发展，哪一些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丢失了很多美好的有价值的文化，甚至是价值观。灵性发展是不分东西方的，那么东西方的文化包括音乐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多样性的统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而不同，也是巴哈伊信仰所吸引我的原因之一。就好比一个花园，它需要各种不同颜色的花和不同品种的花，才能够更加和谐、更加漂亮。现在全世界有许多各种不同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和精髓。巴哈伊信仰告诉我们，不要抛弃自己的文化，不要抛弃自己的语言，反而叫我们更加的保护它。因为只有将各种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解决我们所面临现在世界上所的问题。巴哈伊信仰帮助了我了解自己和认识这个世界，它解开了我的很多疑惑，包括对未来、对死亡的恐惧。现在的我能够很清醒、很自信地面对生活。通过这么多年巴哈伊学习的过程，我意识到我们并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中，我们同样还有一个灵性的世界相伴随。那么这两种生活是相互指引、相互作用的。总而言之，对于灵性的学习和探究，并不仅仅会带来灵性的成长，而且会给我们的物质生活带来指引和帮助的作用。我最后就说了一句话哈，就是在这个我一堆的问题后面，我说我发现自己呢，仍然愿意做一颗上帝浩瀚海洋当中的比较清澈的水滴。
在我的工作中，我会把我学到的巴哈伊教育应用到我的工作中，例如如何跟同事相处，如何跟我的客户沟通，以及如何每天抱着一种服务的心态去上班。我觉得先从我跟我弟弟妹妹的关系讲起。我觉得以前我跟我妹老讲一些很八卦的问题，例如衣服啦、发型啦，例如这些小问题。然后后来呢，我觉得会慢慢的把我们的话题就深化了。我学了巴哈欧拉的知识以后，我更加注重孩子的美德教育。我想我的孩子成为一个非常洁净、讨人喜欢、品行高超、行为端正的孩子。巴哈欧拉有说过，人类好比一座富含无数矿藏的宝藏，唯有教育呢，才能掘而显之，并使其锋芒毕露，从中获益。我觉得是，他的这句话让我知道，每一个孩子呢，并不是我们的一个雕塑品，由我们来雕塑，而是孩子与生俱来，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很多的内在的一些潜能，内在的一些美德，那么需要通过我们后天帮助他发掘这些潜能。当我的小女儿从我的身体里被拿出来的时候，我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你降临这个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人类。它其实更是一份上帝的事业。当你把生活中的每一点一滴都赋予它以上帝的意义的话，我觉得你每天都会过得很特别。现在最大的转变就是我的一个世界观，我的一个价值观，还有我的对生活的态度转变了。我现在每天都是带着非常感恩的心态去生活，不管生命中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挑战。巴哈伊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需要以这种服务的精神，想一想在自己的小区以内可以做一些什么服务的项目。那所以我就是很想是让现在就是同年龄啊或者年轻人呢，让他们能够就是不要太过介意。很多时候会看到人他们都说啊这种东西就是太不流行了，或者这种东西很旧，这种东西我不喜欢，怎么样。我觉得什么事情跟人一样，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都是有一个地方是可以去学会欣赏。而且我自己个人觉得巴哈伊信仰跟中国传统文化也都是结合得很好，它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让人觉得好像不能接受。其实它跟中国文化是结合得很好的，它并不是一个西方的一个文化，我觉得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中国人认识自己的文化，并且可以把它传扬下去。就像你读到一本好书，受益颇丰，那么你自然而然的会想到和其他人一起分享。巴哈伊信仰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在这过去短短的几年中，我对巴哈伊信仰的学习和探索其实也还只是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所以我想在今后能够和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学习和探索巴哈伊信仰，来摘取巴哈伊信仰的大海里更多的珍珠。未来文明的理想社会蓝图，不是靠哪一个宗教或是其他组织就能够完成，而是需要无数机构共同努力，不断分享各自的经验。只有凭借合作的力量，才能收获丰硕的实践果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分工合作过程中，需要唤起的是人们的整体意识、全民自发参与的意识，对自身精神本质高贵性的认识。同时，人们对科学的运用也应伴随灵性能力的不断成长。这就是巴哈伊们正在实践的，相信它也是人们在觉醒过程中的普遍追求。我们愿意聆听各方人士对我们的意见，积极交流探讨，共同参与到创建和谐文明的新人类文明进程中来。